习近平的权力正在一点一滴被吞噬，在外他的盟友一个个倒下，伊朗政权岌岌可危，哈梅内伊被以色列锁定，险些没命，而他却只能打电话求和，毫无还手之力。在内风暴更猛烈，他最信任的军中亲信接连失踪，蔡奇传出切割，王小红浮现异心，身边人不是倒戈就是沉默，习近平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但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张又侠正在夺军委大权，红二代以密会推举接班人，总书记之位正悄悄换人，习近平下台进入倒计时，中国即将进入没有习核心的新时代。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习近平很可能失去中东一枚重要棋子，眼睁睁看着伊朗政权垮台，却不能调动军事援助，唯一能做的就是与普京通话，呼吁停火，与去年阿萨德被推翻时一样，什么也做不了。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中俄的无能为力可能是邪恶轴心四分五裂的开始，北京自诩的中东调解人人设不复存在，这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额外的打击。习近平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共内部，他的统治已进入垃圾时间，海外媒体和自媒体都在疯传他即将下台的消息。6月19号 ABC 中文周报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何卫东失踪显示习近平的核心集团正在受到清除和削弱，即便是他最亲密的盟友也不能幸免。中共军中排名第2的高级将领，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3月11日以来未曾公开露面，他的名字也未出现在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已故许其亮的官方吊唁名单中。在中共高度仪式化的政治系统中，沉默往往被视为对事实的确认。何卫东的持续缺席基本坐实了他已被移除权力核心的事实。何卫东是习近平军中亲信，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习近平与何卫东曾一同在福建地方政府任职。2017年，何被授予上将军衔，在获得这一中共军队的最高军衔后，他于2022年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一职务不仅赋予他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也让他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然而仅仅3年，他便突然失势，反映出中共高层内部动荡何其剧烈。今年8月，中共可能召开20届四中全会，这是一次可能重新校准中共高层政治方向的重要会议，通常在幕后进行权力博弈。在这种敏感时期，清洗频繁，既是未雨绸缪的先发制人，也是威慑对手与在党内立规。自2023年以来，至少已有3名高级将领被撤职，其中包括2位由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国防部长。最近失踪的中共高官还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这也是习近平看重的人。近期失踪或消失的中共高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都是习近平权力核心的成员，这是习近平的执政进入垃圾时间的信号。这个时候，谁会接替习近平的位置，就成了风险很高的政治角逐。在中共集权而又极度不透明的体制中，权力的平稳过渡有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反习势力或许无法直接挑战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却能通过清洗其亲信，从内部削弱他的影响力。因此，何卫东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失踪的官员。随着中共内部博弈的白热化，下一轮权力更替日益临近，类似的肃清势必还会发生。加拿大时政评论人士丁律开认为，中共军中清洗可能是张又侠主导的，目的就是打掉习近平在军中的权势。这个不太可能是习近平干的，习近平他都已经没权了，他要拿下来谁，
他可能说话不认输。如果是习近平干的话，他可能触及到张友侠的势力，张友侠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个应该是张友侠主导人清洗西派势力，想更迈向夺权吧，他应该会争取军委主席的位置，掌军权嘛。丁立开表示，如果要清理习近平的势力，张又侠有可能借助刘源的威望，没有这种支持，张又侠可能独木难撑。他想找人帮他撑场面，刘源毕竟威望比较高嘛。海外自媒体小说家6月19号在油管上说，能否拿下军委主席，关系着张又侠的身家性命。不过，他认为张又侠不会推举刘源做中央军委顾问，刘源在红二代中的声望不低于自己，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竞争对手出来。刘源在倒习中没有贡献，张又侠真正依靠的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张生民、刘振立。张又侠一定在4中全会中拿下中央军委主席大权，他会扶持汪洋、胡春华上位后继续清洗习近平及其党羽，否则他一旦退休，一定被习近平及其党羽清算，就会变成徐才厚第二。账号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6月18号在 X 平台发文说，刘源回炉军委副主席没戏，他一直让人炒作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冷饭，他当军委副主席，让军委主席与总书记怎么办？难道跟着刘源的政治路线走吗？那不又是一个薄熙来吗？中国政局即将发生巨变，习近平的权力似乎成了中共各路人马的囊中之物。既然张又侠对军委主席志在必得，那谁当总书记呢？外界猜测，在众多人选中，汪洋、胡春华和丁薛祥呼声最高。自媒体人苏小河说，汪洋的胜算可能更大，很多人也希望他出山。但也有消息说，中共好像推出了一个秘密党规，其中一个规则说，所有50后一概翻篇。如果是这样，汪洋这个50后可能就没戏了，只能是胡春华或丁薛祥出任总书记。从中共的政治权力构成来看，谁当总书记可能也会担任国家主席。在丁立开看来，丁薛祥跟陈吉宁应该是习近平的人，张又侠可能不太愿意跟他们合作，这个还得看中共元老的安排，可能是汪洋，也可能是胡春华，但也可能是出一个黑马，这个不一定。因为习近平下来之后，中共就面临解体了，这个接班人就是过渡领导人，就比较重要。他的作为就是清洗共产党的势力，清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共，这个人就比较关键，不一定是胡春华跟汪洋，可能是黑马。吕奥学者李元华认为，张又侠他拿军委主席实际上是保命，他要有起码在过渡的一块，这是肯定的。谁上我看见是各派互相勾兑吧。他如果是拉刘源的话，我想他实际上是拉太子党，因为刘源在太子党里，在军中原来毕竟也做过总后的政委嘛。像陈吉宁其实跟习近平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他们只不过就是比较年轻，提拔的时候他就是表示归顺。丁薛祥起码还是做过那个习营秘书，陈吉宁是技术官僚，仕途上比较顺，有可能他做人也不是那么锋芒毕露的，这种人物都有可能就是各派都会拉的。习毕竟在位待了10多年了，他实际上是让那些非死党的人要归顺，而那些像习的这死党他只是保命。蔡奇对很快就要退的。资深媒体人严纯沟撰文称，习近平下台流言四起，这种情况与文革末期很像，当时社会上也是小道消息泛滥，这种情况与今日的大陆非常相似，也是社会混乱，官场暗涌，前景不明，民心思变。为什么民心思变？因为政治现实已经坏到不能再坏，民众对未来完全失去信心，现实千疮百孔，再坏也不过如此。只要有变就有希望，没变就死路一条。
变之后可能短期内未必会好，但只要打破当下的僵局，日后仍有向好方向变的可能。也就是说，最坏的是不变，不死不活拖下去，次坏的是变，不管变好变坏，先变了再说。流言无端发酵，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关于习近平削权、健康和下台的流言，必然打击习近平的声望，对他的政治地位相当不利，对中共维持当前岌岌可危的局面构成严重的威胁。流言也可能鼓励公众对未来政局巨变的想象，使公众在绝望中维持一星半点对未来的期望。你认为习近平一旦下台，中共会彻底瓦解，还是更恐怖的接班人会上场？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可能比你想的还重要。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